2024年8月5日，一个注定被载入金融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全球股市遭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崩盘，堪称新世纪的黑色星期一。日经225指数暴跌 12.4%，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韩国综指重挫 8.77%， 台湾加权指数暴跌 8.4%， 美股期货集体大跌，纳指期货更是暴跌超 5%。 欧洲主要股指集体下挫，德国 DAX 指数、法国 CAC 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均跌幅超过 4%。 面对如此惨烈的全球股灾，很多投资者可能感到恐慌和困惑。今天我们就要深入剖析这场金融风暴背后的真相，揭示引爆这次黑色星期一的关键因素。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引爆了这次惊人的全球股灾。美国经济衰退警报拉响。这次股灾的核心导火索，无疑是美国经济衰退的警报被拉响。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都在为美国经济敲响警钟。就业市场降温，7月份美国失业率上升至 4.3%， 失业人数增加 35.2 万人，达到720万人。这一数据不仅高于市场预期，更是触发了被称为萨姆规则的衰退指标。萨姆规则指出，当失业率较过去12个月的最低点上升 0.5 个百分点时，美国经济通常会在1年内陷入衰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指标的准确率高达 100%。 制造业持续萎缩，美国7月ESM制造业 PMI 为 46.8， 萎缩幅度创8个月最大。 PMI 指数连续8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明确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处于衰退之中。制造业的持续疲软不仅直接影响就业和投资，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相关行业。消费行业疲软，包括星巴克、雀巢、宝洁等消费巨头的2季度收入增长均出现下滑，且普遍不及预期。星巴克同店销售额下降了 3%， 欧莱雅同店销售增长放缓至 5.3%， 雀巢、宝洁收入增长均低于预期。这表明支撑美国经济的最大支柱消费业正在走弱。消费疲软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显示出降温迹象。新屋开工率和房屋销售数据均不及预期，房价增速明显放缓。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往往被视为经济整体状况的晴雨表，其降温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问题。通胀压力持续，尽管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但通胀压力仍然高于目标水平。持续的高通胀不仅侵蚀消费者购买力，还可能迫使美联储保持高利率，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这些数据的集中发布，让市场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达到了顶点，成为引发全球股市恐慌性抛售的主要原因。投资者担心，如果世界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央行的惊天逆转。就在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忧心忡忡之际，日本央行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无异于在已经动荡的市场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7月31日，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 至 0.1% 提高至 0.25% 左右，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同时，日本央行还宣布在未来1至2年内将大幅减少日本国债购买规模。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日本长期以来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这一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冲击套利交易。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利率极低，许多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然后购买美元资产或投资日本股市，这种策略被称为套利交易。日本央行的加息决定让这种策略失去了吸引力，导致大量资金撤离日本市场。2、日元大幅升值。加息决定导致日元汇率大幅上升。
日元升值不仅影响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盈利前景，还可能引发全球汇市动荡。3.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信号。日本作为最后一个保持超低利率的主要经济体，其政策转向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周期的最后一块拼图，这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担忧。4. 日本国债市场波动。日本央行减少国债购买的决定，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引发全球债券市场的连锁反应。5. 对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日本作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必然会对全球金融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日经指数暴跌，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3. 巴菲特的神秘减持。在市场动荡之际，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最新操作更是火上浇油。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新季报，巴菲特大幅减持了苹果公司的股票，持股量从 7.89 亿股骤减至约4亿股，减持规模近 50%。 不仅如此，巴菲特还累计减持了约9000万股美国银行的股票，套现约38亿美元。这些大规模的减持操作被市场解读为巴菲特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巴菲特的操作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 巴菲特的影响力。作为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的每一个动作都备受关注。他的减持行为往往被视为市场走向的重要信号。2. 苹果公司的重要性。苹果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科技股的标杆。巴菲特大幅减持苹果股票，不仅影响苹果股价，还可能引发对整个科技行业前景的担忧。3. 对银行业的悲观信号。巴菲特减持美国银行的股票，可能被解读为对整个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4. 现金储备的意义。巴菲特大幅减持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储备可能已接近20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被解读为巴菲特在为可能出现的更大机会或更严重的经济下滑做准备。5. 市场情绪的影响。巴菲特的减持行为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可能引发更多投资者跟风抛售。巴菲特的这些操作无疑给已经脆弱的市场信心造成了进一步打击，成为引发这次股灾的重要推手之一。4. 地缘政治风险骤增。除了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突然升温也是引发这次股灾的重要原因。全球多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升级，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1. 中东局势恶化。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突然升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强硬讲话，威胁要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以报复以色列据称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这一事态发展引发了市场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2.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尽管两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上有所接触，但中美关系并未出现实质性缓和。美国继续加强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同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越发强硬。中美作为世界前2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的走向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有着重大影响。3. 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加剧。俄罗斯宣布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这是冷战后最后一个主要军备控制条约。这一决定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新一轮地缘政治风险。4. 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韩国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这不仅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还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5. 全球贸易摩擦加剧。除中美贸易争端外，
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欧盟与多个国家就贸易问题产生分歧，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加。这些因素都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这些地缘政治风险的集中爆发，不仅直接影响了相关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前景，还增加了全球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在经济前景已经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些风险的叠加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5. 科技股泡沫破裂担忧。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股价飙升，但其估值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范围。随着经济衰退担忧升温，投资者开始质疑这些高估值是否还能持续，这导致科技股成为此次股灾中跌幅最大的板块之一，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1. AI 概念股估值过高。以英伟达为代表的 AI 芯片公司，其市盈率已经超过100倍。这种高估值在经济下行期难以维系，投资者担心可能面临大幅回调。2. 科技巨头业绩不及预期。苹果、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的最新财报虽然仍显示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部分指标不及市场预期。这引发了投资者对科技行业增长前景的担忧。3. 监管压力增加。全球范围内，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和监管压力不断增加。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4. 融资环境收紧。随着全球货币政策趋紧，科技公司，尤其是那些尚未盈利的初创公司，面临的融资压力增大。这可能导致一些公司面临现金流问题，甚至破产风险。5. 技术泡沫的历史教训。许多投资者开始将当前情况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相比较，对历史重演的担忧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科技股的大幅下跌不仅直接影响了市场指数，还因为科技行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引发了投资者对整体经济前景的担忧。6. 全球债务危机隐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引发了市场的担忧。高企的债务水平不仅限制了政府和企业的政策空间，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1. 政府债务激增。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经济，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急剧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全球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100%， 创历史新高。2. 企业债务风险上升。在低利率环境下，许多企业大量发行债券，但随着经济放缓和利率上升，一些企业可能面临偿债压力，特别是一些高杠杆、现金流不佳的企业可能面临违约风险。3. 新兴市场债务危机隐忧。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水平居高不下，随着美元走强和全球流动性收紧，这些国家面临的债务偿还压力急剧上升。斯里兰卡去年爆发的债务危机就是一个警示。4. 房地产市场风险。全球多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形成泡沫，随着利率上升，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风险，这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5. 影子银行系统的隐患。影子银行系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其监管相对宽松。一旦经济下行，影子银行系统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
高企的全球债务水平无疑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成为这次股灾的一个重要推手。投资者担心，一旦经济真的陷入衰退，高债务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加剧经济下行压力。7. 气候变化引发的经济忧虑。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是引发这次股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不仅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还引发了投资者对长期经济可持续性的担忧。1.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2024年上半年，全球多地遭遇破纪录的高温、洪水和干旱。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不仅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影响了农业生产、能源供应等关键经济领域。2. 能源转型的挑战。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加快推进能源转型，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技术、经济和政策挑战，给传统能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都带来了不确定性。3. 碳定价机制的影响。随着更多国家和地区实施碳定价机制，一些高碳排放行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这可能导致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引发投资者担忧。4. 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机构开始要求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披露气候相关风险，这增加了投资者对一些行业长期发展前景的担忧。5.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可能对农业、制药等多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一些投资者开始将这一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考量。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挑战，虽然影响是长期的，但已经开始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这成为引发本次股灾的一个潜在因素。综上所述，这次黑色星期一股灾的爆发，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衰退警报，日本货币政策转向，巴菲特减持，地缘政治风险，科技股泡沫担忧，全球债务危机隐忧，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经济忧虑，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中有些是短期性的，如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在外交努力下得到缓解；有些则是长期性的，如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同时，有些因素是全球性的，影响范围广泛，而有些则更多的影响特定地区或行业。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这次股灾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它不仅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长期挑战。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些引发股灾的深层原因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市场走势，还能为未来的投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在这种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多元化投资、风险管理和长期视角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次股灾也给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挑战？如何化解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都是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尽管这次股灾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但股市的大幅波动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历史上，每次重大的市场调整之后，总会带来新的机遇。关键是我们如何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如何在风险中识别机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股灾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同时，它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深入理解引发这次股灾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培养更全面的市场洞察力，提高风险意识，优化投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冷静理性，坚持长期投资，适度分散风险，将是应对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则。展望未来，尽管当前市场形势严峻，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人类社会在面对挑战时，总能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和创新力。随着各国政府和央行采取措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生产力提升，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股灾终将成为历史，市场终将重拾信心，经济增长终将重回正轨。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次股灾折射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贫富差距、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需要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努力才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金融市场，更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无论是作为投资者还是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都需要以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挑战，在危机中寻找机遇，在变革中把握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为自己、为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总的来说，这次黑色星期一股灾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事件。它不仅是金融市场的一次大震荡，更是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深层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理解这次股灾的成因，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市场波动，还能为我们思考更长远的问题提供启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拓宽视野，提高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能够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因此，建立适合自己的长期投资策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才是应对市场波动的最佳方式。最后，让我们记住一句古老的华尔街格言：市场永远不会像你觉得它那么好，也永远不会像你觉得它那么糟。保持平常心，做好准备，也许这就是我们面对这次全球股灾乃至未来任何市场波动的最好态度。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